美台勾连挑衅，大陆反击手段巧妙，通过海事执法将台海内海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原计划窜访台湾地区，结果被台湾地区当局说服，改在他选区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的里根图书馆见面。由于麦卡锡是美国的第3号人物，这次会面仍然是对中国大陆的严重挑衅。但是相比于麦卡锡直接窜访，将台海带入兵凶战危的局面，这次的事态发展似乎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只要是挑衅了中国人民，那么中国大陆的反击就会到来。由于当前正处于中欧领导人互动的时间节点，再加上马英九回大陆祭祖，所以中国大陆的反击手段非常巧妙。具体内容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中部战区组织环绕台湾岛的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时机是在欧洲领导人结束访华行程之后，这个时机把握得非常好。第二，出动山东舰航母编队，将美国的航母纳入打击范围。近日，美国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在台湾东部大约200海里的位置，距离山东舰比较近。目前我军的2艘航空母舰在台海战争中的使用场景基本就确定了，就是在台湾地区东部建立反介入防区。美军的航母一旦介入台海冲突，那么东风快递和航母编队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将以更快的速度送美军回家。第二，对美台促成蔡英文与麦卡锡会面的责任人实施制裁。台湾地区当局驻美国代表萧美琴及其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域，禁止其金主和关联企业与大陆的组织、个人合作，并采取其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依法终身追责。一旦两岸统一，这个人将会被送上审判期。大陆还对宣扬台独的台湾远景基金会、亚洲自由民主联盟采取惩戒措施，对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里根图书馆及其负责人采取反制措施。要注意，中国大陆没有制裁蔡英文和麦卡锡，说明还留有一定的余地，以后不排除采用更狠的制裁措施。第四，通过海事执法的方式将台海内海化。其实中国大陆实打实的反击还包括出动海巡船对两岸的船只展开执法行动。台湾学者认为，中国大陆此举实际上就是把台海内海化，意义相当深远。据福建海事局通报，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将执行为期3天的巡航巡查活动，对两岸直航货船、施工作业船实施现场检查。海巡船不属于海警和海军，完全有权利以涉及瞒报、谎报、危险货物或造成海上污染为由，要求登船检查来建立执法事实。台湾地区的陆委会抗议称，此举违反两岸海运协议及海事通用惯例，但是抗议无效。中国大陆通过执法行动将台海内海化逐步纳入行政管辖范围，这恐怕又成为两岸之间的新常态，而且会进一步突破两岸基于9·2共识的所谓中线默契。过去佩洛西窜访之后，中国大陆的军机、军舰大规模出动，将所谓的台海中线取消。这次中国大陆开始出动海军船执行相关公务，那么未来就能长期的在台海的某些区域执法。要注意，我们管理的船只包括大陆和台湾双方的。台湾地区当局现在只能干瞪眼，他既没有能力阻止大陆执法，也不敢破坏两岸交流互动的大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陆都将面临反台独的任务，但是具体操作过程需要有技巧，综合使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军事手段，精准打击美国的反华分子和台湾地区的台独分裂势力。可以说，中国大陆这次干得非常漂亮。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